反正你就一个弹头，我把你这个防御系统跟你对撞之后，那就没有了。可是你要是多弹头了，这个就麻烦了。那多弹头的人家得发射很多的导弹来进行拦截，所以说明印度在多弹头上它还没有攻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最近呢，印度在夜间试射了烈火5型的战略导弹，他认为他现在的战略导弹已经可以达到5000公里了，而且昼夜都可以发射。一般的呢下点毛毛雨也没事啊，所以他认为他的烈火5呢基本上已经可以担任正常的战备值班任务了。这次呢，我们注意到，就是他试验烈火5的时候呢，一个是射击的距离，因为他从一个岛上的试验场发射的，然后向海上方向向南部发射，这个距离达到5000公里了，速度还有高度的这些指标都达到了。那么这个时间呢，又是夜里，它这个能见度差一些，它的发射情况肯定要比白天难度要大。再一个呢，就是他参加这次试验的呢，不但有研制单位，而且还有印度军方来参加。那么我们讲完了它的这个试验我们要讲它跟以前烈火1、烈火2、烈火3、烈火4这一些战略导弹比，它有什么样的进步？首先呢，就是它最初的是烈火1，烈火1的射程只有700公里，所以说是比较近。那么到了烈火2呢，是可以达到2000公里，烈火3是3000公里，烈火4是4000公里，现在烈火5是5000公里。那下一步研制的是什么？烈火6，烈火6是不是就6000公里？不是的，烈火6它照着8000公里到10000公里研制，所以说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就是烈火5比烈火4或者它之前的这些战略导弹都有了一个巨大的进步，这是射程上的。第二点就是它的这个发射时间，因为它前面烈火5也试了几次了都是白天发射的，那么这次呢是夜里发射的，并且加上了印度的军人，所以呢它又有了一个进步，对吧？夜里能发射，这肯定难度大了嘛，还有一个军人来发射，那肯定这些军人将来要掌握这个武器的早点熟悉所以这又是一个进步吧。那么它的速度高度都达到了，说明它能够实用这是它的巨大进步。但是我们通过看它的视频还有相关的资料看，它还有不足。什么不足呢？第一就是它是单弹头的，因为它那个弹头是像一个铅笔尖一样锥形的，而不是像很多的国家，我们就说俄罗斯吧，它的这个前面的白杨也好，或者是后来发射的这个先锋导弹也好，它前面像球形一样。你想想这个球形，它这个里边容积大容积大之后它就可以搭载多弹头，所以印度这次试射的还是一个单弹头的。那你单弹头的，就算你打5000公里，你对别人的威胁还是比较小，因为人家看你来了之后，人家可以防反正你就一个弹头，我把你这个防御系统跟你对撞之后，那就没有了。可是你要是多弹头了，这个就麻烦了。那多弹头的人家得发射很多的导弹来进行拦截，所以说明印度在多弹头上它还没有攻克。说多弹头上难关在哪儿呢？首先，你这个多弹头它在里边有一个布阵的问题，就是哪颗弹头排在什么位置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它一旦打过去，或者是在大气层外飞行的时候，你要把这些弹头释放出去，谁先释放出去？因为不同的弹头它有不同的任务，有的是假弹头，多数是真弹头。那么它要打击不同的目标，那怎么来分控谁先走，谁后走，谁往哪个方向走？这个它是要精确掌握的，这个是不能有任何失误的。过去我们也看到，印度曾经用1枚火箭就是发射多枚的卫星，但是实际上卫星发射出去它入轨了，但是这个导弹不一样因为它这个发射的点可能是变化的，因为它是机动的嘛。还有一个呢，它的发射出去这个轨迹是不同的，你必须要精确的控制，所以它现在还没有掌握这个。再有一个就是它的燃料问题，你的燃料由于印度它比较热，那么在高温下你的这些固体的燃料能不能保证不出现裂纹，不出现其他的什么变化呀？因为像俄罗斯它比较寒冷，那相对的说呢，固体燃料好一些。你越热的地方，实际上固体燃料呢越容易发生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可能它将来也有待解决。再有呢，就是它这枚导弹的火箭大约是50多吨，那么50多吨说明它的这火箭的这个材料可能还是比较重的，就是你材料重了，火箭材料重了，那你有效的载荷就轻，也就是你弹头就比较轻，所以呢，这也是它将来在材料方面要攻关的。我认为呢，目前呢，它虽然在自己的原来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它要是
想达到其他发达国家这样的水平，比如说你要有洲际导弹达到8000公里以上，多弹头的，因为这样突防能力非常强，那它还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进行摸索还要进行试验，也就是我们还要看它烈火5能不能搭载多弹头，还有一个呢，烈火6能不能够达到8000或者是10000的这样的一个射程吧。所以通过印度在10月底试射烈火5，我们看到它在战略导弹上的一些进步，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它现在就是实际的这个能力和水平。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